1965年，经过6年的艰苦研究创作，科幻小说《沙丘》横空出世。作者弗兰克·赫伯特一战成名，成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科幻巨匠之一。而我第一次接触到《沙丘》的，则要追溯到30年前95年的一个夏天。我用一叠2.5寸软盘安装了一个叫做《沙丘魔堡》的游戏，而且这款游戏也是奠定即时战略游戏模式的老祖宗了。今天的人偶呢，则是由 AUG Toys 推出的24年电影版的《沙丘2》里甜茶饰演的保罗·厄崔迪的真流服造型，也是我第一次开箱非 HT 的产品。大家都知道，同期还有一个鼎鼎大名的可动人偶新贵也出了同款的竞品，直发可动眼贵3倍，价格摆在那里，因此也就不做比较了。幸好 HT 对沙丘没有下手，要不然这下可就真热闹。应该是真人照片，然后再加上一些特效。侧面是家族标志，背后是生产信息，跟 HD 很像啊。它这里面也是配了一张剧照作为峰会，那么这个剧照也是比较好看的。打开峰会之后就能看到细塑包装，哇，这个真的是和 HT 有异曲同工啊，如出一辙吧，应该算是。能看到主体、背包、2把匕首，还有一个面罩，还有6个可替换的手型和一对球形关节。地台应该是在人偶的下方。背部看到了它的巨大无比的地台支架，以及它的一件这个袍子。打开细塑包装，我怎么觉得它这衣服做的不错啊，很板正啊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头雕，就不能说不像吧，整体感觉还可以。胶发的部分呢，也还是有一定的造型感的。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合格的产品哦。虽然是胶质，但是它还是给出了一定的细节。这个应该是那个插入鼻子的管，从这边走线走到背后绕过来，然后到了这里，这个是可以夹在鼻子上的。撕开4只的保护帽，我们就能完整的看到这个人偶的全貌了。那么整体上的话，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尤其是服装的剪裁这一块。裤子呢是使用了弹力材料，所以稍微是有一些弹性的。可能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屁股垫得太高了，所以里面有点空。我虽然没有玩过 InArt 的那一款，但是我感觉这一款服装上面还是比较板正的。因为我看过很多 InArt 的官图，那套衣服就感觉有一些皱了吧唧的，这一套呢就没有给人这种感觉。这是主体，一个面罩，一把硬质的匕首，还有一把短匕首，是他们家族的匕首，上面有家族的徽标。一个背包，这个背包是不可打开的，是完全的是一个胶体，这里是靠魔术贴来粘贴的，需要撕开之后就能调节长短来进行装配。手型方面配备了6个可替换的手型，有像这样张牙舞爪的这样的手型，也有持刀用的手型。从背面抽出第2层，一件披风，还有一个场景化的一个沙漠地台。这个地台尺寸相对于 HT 的是大的，那么像这样的地台，我觉得应该是相对比较合适的这么一个尺寸了，它要比手掌大出很多。而 HT 的地台尺寸呢，显然就是要比它小了很多。为什么一直说 HT 的地台尺寸偏小？就是因为现在1:6人偶，它的地台如果给小了的话，感觉非常的局促。人偶放上去之后，它四周就没有什么可动的空间了。那么这个地台加上这样的金属的名牌，就很大气。以前 HT 也是用金属材质来做名牌的，不知道从何时起啊，就连星战都不再使用金属名牌，而是用一种胶材做了替代。反正他们家在偷工减料、降本增效这件事情上，可以说也是绞尽了脑汁。之前说了，因为它身上的衣服虽然是有一种胶质的感觉，但是它的关节处都是留足了可动的那个余量，所以说在扯动的时候不会太干扰动作。
包括腿部也是啊，腿部这里也是用了一些复合拼贴的材料，它也考虑到这种胶衣是会有回弹的问题，所以说给关节上了齿轮之后呢，那么回弹的问题可能会减少一些。这个也能看出来啊，就是说它身上衣服的这个材质复合纯度还是蛮高的。刀鞘呢是塑料的，脚部呢依然是我们经常看到病人使用的这个胶的材质。袍子相对是比较宽松的，所以穿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，也不需要对人偶进行大范围的调整。帽子的部分呢是有铁丝的，可以做一些造型，但是注意不要和头发缠绕在一起，容易勾线。因为它这个里面还有一个自己服装的帽子，所以说它两个帽子在一起呢会觉得怪怪的。当然了，这也是这一款衣服比较遗憾的几个点之一吧，它这个帽子做的有点厚，不是很服帖。这件衣服的垂坠感还可以，上身之后呢，更有一种在沙漠中穿行的风尘感。这把刀的涂装和细节都非常的棒，来看一下上手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感觉。它的手型好松啊，轻轻一碰就下来了。弯折的时候呢，根据之前它那根笔管的经验啊，关节这个位置的胶质啊是容易粘连在一起的。面罩的安装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。这里是带松紧带的，所以说可以稍微用一点力气拉一下，但是这个松紧带长时间就有可能会松垮。我戴反了吗？我怎么感觉面罩不是特别的贴合？算了，就当一个配件挂在下面吧。那这样看的话，这个面罩稍微有一些积累的。最后来看一下这根笔管啊，利用它两个凸起和鼻子预留的孔位，就可以把它点上去。上半身的可动，由于服装的限制还是蛮大的，但下半身和四肢都问题不大。我们再把它的家族匕首插入它的刀鞘之内。这款 AUG 的保罗就展示到这里了。整体上给人感觉不错，身形比例啊，各方面还是比较合格的，应该是对得起这个价钱的。AOG 也是神奇，网上对它的介绍寥寥无几，没想到一出手就是沙丘的版权人偶。但从23年后就再未更新的微博来看，估计这款保罗也是他们的绝唱了。而就在我认定他必死无疑的时候，他又活过来了，带着一众奥特曼的比例人偶杀回来了，同时也解开了我的疑惑，原来 AOG 也是兵人在线的子品牌。好了，这期节目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再会。